快聊乔到咖，我是巧儿。这个月的食谱呢都是简单不流汗系列。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做一个很基础的食谱——原味戚风蛋糕。但呢我加一点变化，就把它做成冰心的版本。那冰过之后呢，绵密轻盈的戚风蛋糕体搭配优格鲜奶油馅，非常的湿润好吃。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的戚风蛋糕算是很实用的品项，在做法跟要注意的地方，我会尽量讲得很仔细。如果呢你是烘焙新手，也不要担心，配方在影片叙述和部落格都有哦。低筋面粉比较容易结块，要先过筛，接着来分蛋，蛋黄、蛋白各3颗。那要小心蛋白内不可以有蛋黄哦，会影响它的打发。在小盆内加入植物油、牛奶和柠檬皮屑。那柠檬皮屑呢，我个人觉得它可以掩盖蛋腥味。那来说一下今天的使用的模具，这个食谱的配方呢是足够一个6寸的戚风蛋糕模。那我用的是加高的版本哦。那这个加高版本的话，大概有高度是12公分。那如果呢，你是用一般的戚风蛋糕，就算正常的话，它的高度是7公分，所以这个食谱的分量可能就大概要乘以2/3，大概啦。那如果你不想买这种金属的模具，你可能觉得我是偶尔做一下，其实烘焙材料行也有卖那种纸做的戚风模，就一次性用完就可以丢，那个效果也很好。所以如果你不想投资一个模具的话，你可以买那种纸的戚风模。准备一锅热水。那一开始的话，牛奶跟液体油会是油水分离的状况。那经过加热呢，把它们搅拌均匀，它们就会乳化在一起了。那当它们都乳化均匀之后，你就可以关火。接着一口气加入面粉跟盐，然后搅拌均匀。蛋黄一次1颗加入，那每一次呢都搅拌均匀，再加入下1颗。加完蛋黄的状态，整锅的面糊应该是稀稀流流，然后充满光泽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变得很浓稠的话，表示面粉已经被煮熟了，那这个部分就要再重做。接下来来打蛋白霜，蛋白加入柠檬汁或者是白醋，这样子呢可以帮助蛋白打发。低速打发至充满气泡之后，加入1/3量的砂糖。会稍微把速度再调高一点点，用中高速，一边打发一边慢慢加入砂糖。那戚风蛋糕的话呢，蛋白打发大概要打到8、9分发。打发好的蛋白霜加入玉米粉，先用手稍微拌一拌，开低速搅拌大概10几秒就好，让玉米粉分布均匀，不要打太久。那我们的蛋白霜就完成了。那戚风蛋糕呢，一定要打到蛋白霜呢大概8、9分发，就是它拉起来呢是很硬挺的感觉，然后它绝对要可以这样，都不要觉得害怕。如果没有打到这么硬的话呢，戚风蛋糕呢就不容易膨胀太大。当然也不要打到太硬，太硬的话呢，它失去那个蛋白霜的光泽，这样蛋糕吃起来会比较干一点点。所以呢，你的蛋白霜呢，虽然拉起来要是这样子，很有硬度的一个尖角之外呢，它的色泽还是要看起来是湿润的，不要接近那种有点粗糙的感觉。取1/3左右的蛋白霜，加入蛋黄锅，搅拌均匀。再一起呢倒回我们的蛋白霜内。那可以稍微拉高一点把它倒入，这样可以减少气泡产生。然后我搅拌的习惯呢，我会先用打蛋器大致拌匀之后，最后再用刮刀整体拌匀。
最不容易拌匀的地方呢，就是你盆子中心的底部的部分，所以要多 check 一下。把戚风面糊倒入我们的模具内，那这时候的面糊状态呢，要是充满气泡、浓稠的，如果已经水水的、流流的，就表示有消泡的现象。不过不用太担心，原味戚风蛋糕呢，面糊是没有那么容易消泡的。把它晃一晃，然后敲一敲，把气泡震出来。然后再分享一个我的小诀窍，就是用竹签呢深入面糊内，然后每一个地方都画一画，确认没有气泡或空隙产生，就可以入炉了。把模具呢放在烤盘上，让烤温平均分配，一起进烤箱，以180度烤7到8分钟，直到表面结皮。接着转160度烤27到29分钟，总共烘烤的时间呢大概是35分钟。等待期间，刚好遇到在院子放风的 Bagel。出炉的时候，先用手稍微按压一下表面，确认它是干爽，然后不会听起来太多那种水分沙沙的声音。然后可以再用竹签稍微搓一下，拉出来是干净的状态，就确认呢可以出炉。出炉之后，立刻倒扣在酒瓶上，让它彻底放凉，至少20分钟。一定要等模具摸起来没有温度才能脱模哦。那我们今天呢，搭配戚风蛋糕呢是很清爽的优格鲜奶油馅。那会需要就是鲜奶油，然后优格，这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自制的希腊优格，一般优格也可以。然后还有糖粉。那夏天的话呢，或是天气热的时候，鲜奶油怕不好打发的话，你一定要事先呢把它冷藏，像我这连容器一起冰。然后因为我们今天的量不会很多，所以选择这种窄然后比较深的容器，这样子鲜奶油比较好打发。如果你选择太宽，然后鲜奶油一点点的话，它其实那接触面积很大，就不容易打发，所以选这个比较窄深的容器比较好。那现在就加入我们的优格，那优格吃起来就比较酸嘛，然后就会让鲜奶油不会那么腻口。大概1匙半就可以了。糖粉，鲜奶油、优格、糖粉一起打发。鲜奶油呢，一不注意很容易打过发，所以打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状态，然后只要拉起来是尖角就可以停止了。像现在这个样子。等模具完全冷却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脱模。那一开始的话呢，底部稍微推一下，让它呢跟侧边分离。接着呢，再用手轻轻的把它压下来，让蛋糕跟模具分离。不用太担心，蛋糕呢很有弹性，所以你压过之后呢，它会整个回弹。拿脱模刀深入蛋糕的底部，然后转模具转一圈，让蛋糕跟模具完全分离。就是我期待很久的这一刻，哒哒哒哒，蛋糕脱模。那蛋糕呢，刚脱模的时候表面会有一些表皮，然后稍微温柔的把它拨一拨。你看这戚风蛋糕看起来很细致。底部呢，也可以稍微把它压一压，跟刚刚侧边一样。中心呢，也用脱模刀，然后转一圈。稍微震个2-3下，蛋糕呢应该自然就会落下来了。耶！原味戚风蛋糕完成。
那我想再分享一下我的脱模心得，因为我觉得戚风啊，它最困难的地方，除了就是烤温的掌握之外呢，再来就是脱模，尤其是我今天用到的是这个加高模，加高模的话，在脱模的难度呢，又比平常高度的戚风再高一点点。那一开始有跟大家就是分享，就是会用这样拍。那有时候呢，很幸运的时候，拍那空气进去之后，它戚风自己就会掉下来，但大部分的时候没有这么幸运。所以呢，必须还是要借用到这个脱模刀。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脱模刀的，就是正确的用法。因为我这一次呢，在试做的过程当中呢，刚开始我觉得我也没有掌握得很好，导致有1、2个。就是因为脱模脱得不好，把它砍了一个大洞，那心就很痛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脱模刀的使用技巧呢，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脱模刀的设计，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其实有个凹陷，这就是完全让你按手指的地方，因为你手指必须要用力的按住你的那个指力，才会穿透到最顶峰。然后一开始我脱模的方式呢，我是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按，我觉得说反正就是画一圈嘛，就这样子。可是这样子有时候很常会遇到问题，就是你有时候可能被蛋糕卡住，你会稍微就是这样晃动一下，其实这样子蛮容易砍到蛋糕的。所以我后来呢决定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把蛋糕模这样倒下来，然后手指啊贴在这边，然后用力的把它压好。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我这样子是完全这个脱模刀跟这个模具是没有任何的空隙。然后我去转模具，而不是转刀子，因为你转刀子的时候手有时候会没力，或者说就刚好，反正你就会晃动到对。但你转模具的时候，你手就维持在同样的地方，比较不容易晃动到。你看它贴得非常的平，这样子就比较不会砍到蛋糕。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我体会到一个很有用的脱模小技巧。其实呢，做到这边戚风蛋糕就算完成了，你可以不用客气，直接就开始开吃。或者呢，要来做自带内馅的冰心戚风版本，这是我自己乱命名的。拿竹签呢，在蛋糕的表面平均戳8个洞，然后接着呢，我要用筷子把刚刚戳的洞呢的空间再稍微撑大一点点。那为了让内馅有平均的高度，我会先用筷子稍微测量一下，我大概希望它能够戳到2/3左右的高度，所以我会先用橡皮筋呢做一个标志，这样子呢每一个洞插下去就会是一样的高度。把刚刚打好的优格鲜奶油馅装入挤花袋中，我用的花嘴的型号呢在部落格内有连结。那夏天天气热的话，鲜奶油馅打好要记得放冰箱冷藏哦，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现在呢，来灌馅，那要小心也不要灌太多，如果灌太多的话呢，它可能会从侧边爆出来，所以在灌馅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不过呢，也不要太担心啦，它其实空间还蛮大的。那蛋糕的表面呢，你可以再依照你个人的喜好做装饰啊，或者再挤点鲜奶油都可以。今天的蛋糕装饰呢，用到我们盛产的水果，本来没有用到樱桃的，我昨天收到我们邻居现摘的有机樱桃，所以等一下一定要用一下。然后呢，6、7月份是魁北克的草莓季，所以这个是魁北克产的草莓。然后还有我们家自己后院随便种出来的野草莓，非常的小，超迷你。还有自己种的薄荷，好，所以待会呢都会用到蛋糕上。那这是镜面果胶，这个要不要加都可以，只是会让水果增加光泽，然后保湿度也会比较好。那做法呢，就是镜面果胶粉加沸水，然后拌匀之后放冷。冰心戚风蛋糕其实单吃不用有额外的水果就已经超赞了，只是呢有顶部的装饰看起来会更华丽一点。水果呢就用手边有的都可以。接下来还会分享戚风的各种翻车事故，还有我做过不同的装饰 style， 要继续看下去哦。
加了樱桃、草莓，我们自家随便种的迷你草莓跟薄荷，整个蛋糕就梦幻起来了。最后放的草莓蛋白霜饼干，在之前的影片有分享过，连结我放在右上方。冰心戚风蛋糕完成啊，是一款很梦幻、很少女的蛋糕。今天分享的食谱呢，有好几个版本，最基础的就是你可以只做原味戚风，或者是呢你再加入冰心内馅，觉得还不够华丽的话，就继续再做一点表面装饰。这款蛋糕最适合缎面袖了，蛋糕很软，要用手扶着。给大家看一下，满满的内馅，冰冰凉凉的，很消暑哦。再切一块，这一块内馅也是一样的饱满。因为呢，总共有灌8个洞，所以蛮平均的。每一块呢都会有馅料，不会有那种切一切有一块没馅料的，让大家失望。这款戚风蛋糕吃起来很柔软，充满空气感，组织很细致。内馅呢加入了优格，让鲜奶油馅呢吃起来清爽不油腻。冰心戚风切开来瞬间会充满惊喜，也刚好可以弥补单吃一整颗蛋糕，可能会觉得口感有点单调的缺点。再搭配上方的夏季水果，这个戚风蛋糕在我们家大受好评。欢迎来到本次的翻车事故现场。那我后来算了一下，我这一次总共做了12个戚风，才有最后那个成品。那好险的过程当中呢，发生各式各样的现象，可以跟你们分享。那第一个呢，我刚刚讲到那个脱模的手势问题，如果脱模脱得不够好的话，有时候就是会产生就是刀子吐到它，然后就会产生一些就是比较凹凹凸凸的现象。那第二个出现呢，就是像我看到这个凹陷，或者是所谓的缩腰。那像这边呢，甚至有这种大孔洞。然后这些问题呢，我后来就试了很久，我发现就是它烤的时间不够，所以这2个我就烤30分钟而已。那在倒扣的时候，它里面的水汽没有整个烤干，它自己就会产生就是可能凹陷啊，或者是有孔洞的现象。所以如果你的戚风有缩腰，或者是出现这种奇怪的凹痕的话，就试着延长烤的时间。这个呢看起来已经很完美，但其实它的问题是在这里。它产生了一种像是蘑菇头的现象。那它的烤温呢，我是160度烤了40分钟。那我就发现，一开始如果没有比较高温180度让它结皮，它就没有办法自然的产生那种龟裂。你看这个的话呢，它自己会裂成像花朵的形状，然后它就会很平均的往上涨。那它的话呢，因为一开始没有结皮，它等于是一起往上涨，然后反而造成就是蘑菇头现象。所以如果你的戚风蛋糕有蘑菇头的话，一开始初期的烤温可以试着调高10度到20度。那这个呢，其实一切都蛮完美的，就是它表面太上色了。所以呢，如果你烤到最后10分钟，发现上色已经非常足够的话，你可以试着把上火稍微降一点点，让它表面不要那么上色。以上呢就是本期的翻车事故现场。那其实每个人家里的烤箱的脾气不一样。那我今天有分享，我就是试了很多次，然后最后我觉得找到最完美的烤温。那你自己呢，可以在烤的时候啊，稍微细心顾虑一下，然后稍微加减调整，找到你最适合你理想的戚风烤温。这个蛋糕呢，在外观上我也做了一些尝试，像这个的话呢，就比较古典啊，比较典雅一点。然后这边呢，走乡村风的路线，用到比较多的元素，有干燥柳橙片啊，然后还有蛋白霜，然后柠檬皮屑。然后这个的话呢，这上面的里面是红宝石巧克力 Ruby Chocolate， 但后来觉得巧克力因为吃起来比较浓郁，跟戚风清爽的口感比较搭，所以这个就不考虑了。所以最后呢，大概就是走水果跟鲜奶油，我觉得还是跟这个蛋糕口感整体是最搭的。希望你喜欢本周的分享。这款原味戚风呢很万用，可以搭配不同的馅料换换口味，而且呢应该不用特别采买，材料家里都有。关于戚风蛋糕的更多分享，我都写在部落格，连结在下方叙述中。我是巧儿，我们下次见喽，Ciao。